那些被压下的情绪会去哪里？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？在办公室，你满脸笑容地说：“没事没事”，但内心其实在怒吼：“到底几次了？这份报告又是我改。”聚餐时，你看起来悠然自得地举杯敬酒，但那个刚刚在群组里忽略你的玩笑，其实已经在你心里划下了一刀。你压住了情绪，不想吵，不想麻烦，不想尴尬，于是你选择忍住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那些你吞下去的情绪，真的就这样消失了吗？他们到底去哪里了？忍一时风平浪静，还是忍久了火山爆发？我们从小就被教导，别这么敏感啦，不要这样没风度，忍一忍就过了。情绪是软弱的，要压住它。于是我们学会了用理性盖住感受，用笑容盖住悲伤，用沉默压住愤怒。但情绪不是垃圾，它不能清空资料夹就没事了。你每次压下去，它就会找别的出口重出江湖。你压得住一时，但压不住一世，它们会化成身体症状，偏头痛、胃痛、失眠、过度疲倦，成为潜在行为，暴食、暴怒、冷战、情绪勒索，变成内心声音，自责、否定、忧郁、自我怀疑。就像你把一颗会爆炸的气球塞进衣橱，关上门不代表它不在，它会越胀越大，直到有天砰，你自己都吓一跳。来看看这些常见场景。场景一，电梯里的职场人，同事说了句让你不爽的话，你本能想翻白眼，但下一秒你挤出微笑，继续小聊。对啊，最近真的很忙呢。你的脸笑着，心里却大喊：你才忙嘞，明明是我在帮你擦屁股。场景二，家庭里的无声抗议。妈妈一天到晚念你生活没规划，你想反驳，却只能低头回房间，关上门，音乐开大声，手机狂滑，假装没事，但心里在冒烟。场景三，恋爱中的微笑杀手。他忘了你生日那天，你想一起看电影，回来时说：我们改天再看嘛。你说：没关系啊，改天也可以。但你语气太平静，眼神太冷静，他突然有点发毛。这种假装没事的表演，我们都太熟练，但每一次我没事啦背后，可能都是一块压抑的砖头，正悄悄堆积成一道高墙。压抑的情绪其实会转型再出发，你以为压下去的情绪就不见了，其实它们只是换个样子重新现身。转型一，情绪易爆型人格。你平常看起来温和不惹事，但只要被踩到某个点，就突然爆炸，让人措手不及。例如你另一半只是不回讯息，你就觉得你根本不在乎我了，然后一连串质问开骂。其实你不是突然发疯，而是被压抑太久。转型二，情绪能感型人格。你从不发脾气，对什么事都没什么感觉，别人说你 EQ 高，但你知道那不是真正的平静，而是你连情绪都不敢碰。这样的人心里早已装满我不能哭、不能怒、不能表达的恐惧。转型三，人际防卫型人格。你常常提前想好最坏剧情，不轻易相信人，因为你怕再受伤。
你不是真的冷漠，只是太多未处理的伤与气，让你盖起了一座心墙。为什么我们宁愿压抑也不敢表达？因为在我们的潜意识里，有些情绪信念正在作怪。表达情绪会被看扁，太情绪化会被讨厌，别人没时间管我的感受，我不该那么脆弱。这些信念像内建的情绪杀手，自动帮你截断那些想流出的愤怒、悲伤、委屈，久而久之，你连自己有什么感觉都搞不清楚了。情绪不处理，就会处理你。心理学家 Daniel Goleman 曾说，未被觉察的情绪会主宰我们的行为，而我们却还以为那是自己的选择。情绪不是敌人，而是讯号。你压抑的不只是气，还有一个被忽视的自己。你嘴上说没事，其实心里早就累了。你说不在意，其实只是怕被拒绝，怕麻烦，怕太麻烦。结语，你不处理的情绪会用另一种方式回来。那些你不说出口的情绪不会默默溜走，他们会找机会用一场无名火来敲门，一次哭到不能自己的夜晚来现身，一场身体病痛或焦虑发作来抗议。情绪不是用来压抑的，而是用来理解的。当你愿意诚实面对他们，他们就不再是威胁，而是你的盟友。因为你压抑的情绪，其实只是你内心那个还没被拥抱的自己，在轻声对你说：我在这里，请你看到我。